交接给姑苏捕猎队的资料都是电子档，特别调查组紧急筛查过了，只有数据、图形、文字被压缩到了最简，几乎完全切断了借机传递信息的可能性。结束后，魏无羡把蓝曦臣一行人送到会议室的门口，道：“蓝所长慢走。虽说我不知道这玩意是个什么物种，但体积和迎风受力面积都是算得出来的。”温教授咳嗽了一声，魏无羡停下来，贴着他笑嘻嘻地道：“不该说的我一个字都不知道，但是还有一条没写进报告的关于路线的提示，由于缺乏数据支持，所以只能作为口头建议，这个总能说的吧？”温教授，对预测路线有帮助的话，可以。魏无羡，好。他又回过头，对蓝曦臣道：“他喜欢在贵金属含量高的地方筑巢。”蓝曦臣点了一下头，言简意赅道：“收到。”魏无羡举起双手，冲说明会上压制过他的特种兵道：“来，这位大哥，我裤兜里有一枚贵金属样品，一枚古代钱币，你帮我拿给蓝所长。”特种兵的第一个反应是想用枪托砸，但魏无羡完全是标准的投降姿势，一脸你看我够不够标准配合的神情，更何况这是专家的亲儿子，不是犯人。他手里的枪托晃了一下，只好再次向管事儿的温教授求助。温教授，什么古钱币？魏无羡，巴斯帝国印信钱的复制品，你来拿也一样，反正都要检查过才能给呗。温教授，捕猎队自己可以找。魏无羡，别，这可完全不一样。纯金纯银的钱币，我相信你们要多少就能筹备来多少，可最符合那家伙口味的 0.3254 冒号一比值的金属体就不一定了。这个钱币复制品的比值最为接近，市面只发行过666枚，有现成的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？温教授有些愠怒地从魏无羡口袋里掏出钱币，道：“那你在会议上为什么不说？”魏无羡耸肩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数据支持，只能作为参考意见。你们特别调查组要求我，不许在说明会上说任何与数据无关的言论。你看，我只不过动作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，这位大哥就动手了，我哪敢多说一个字呀？到现在手腕还疼着呢。”他一边这么说，一边十分哀愁地垂头揉手腕。温教授翻来覆去仔细查看了半晌古钱币，上面只印了 Bath Dynasty 铸币编号、时间几个字样，便示意一个黑西装拿仪器来监测。等魏无羡振振有词的理论完了，他才道：“以他人之矛攻他人之盾，这一招你用的不错，但是我凭什么要接受这个建议呢？”魏无羡更加理直气壮道：“你接不接受都不重要，这事儿得让捕猎队做决定。”他又一次转向蓝曦臣道：“蓝所长，你怎么看？”蓝曦臣并没有给出正面答复，道：“准备越充分越好。”黑西装去而复返，低声对温教授说了一句：“没有问题。”温教授这才将信将疑地把钱币递了过去。蓝曦臣示意副手接过钱币，转身便走。魏无羡在后面跳着脚挥手道：“这可是我妈的宝贝收藏品，用完别扔了，记得还回来。”大胡子爽朗的大笑，回头冲他挥了挥手，对另一名副队嘀咕道：“小兄弟还挺抠门嘿。”一行人在特种兵的护送下离开航站楼，上车，从特殊通道开出机场。蓝忘机摘下平光镜，随手放进装备箱，拿起古钱币翻来覆去的看了一会，道：“停车。”山姆啊！开车的是伪装成蓝曦臣副手的年轻人，从清河救援组拨过来的新进救援员。闻言把越野车靠边停下，道：“我跟队长联络一下。”蓝忘机突入暂缓，不必强攻了。山姆一听，顿时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为什么暂缓？小线还被扣在里面，登机口不也还没？”救援员埋头发信息，随口道：“哎呀，魏小弟这不是没事吗？他爸妈也都没事，把人捞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尽量别跟地头蛇起冲突嘛，省得引发国际麻烦。”山姆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咦，小线他救援员，他说妈的宝贝收藏品。山姆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救援员蓝忘机，他和他母亲在一起。山姆愣了半天，恍然大悟，拍腿道：“对呀，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？小线既然拿着藏先生注意贴身携带的古钱币，那不就意味着他们母子俩已经见着面了吗？我真是一根筋没转过来。
抱歉呐，小弟。嘿，你姓什么？救援员，我姓玉。山姆 ，sexuality。救援员点完发出键，缓缓抬头，盯着山姆默然无语。蓝忘机，车内弥漫着尴尬的气氛。在4只眼睛的注目下，山姆艰难地捋了一把胡子，道：“开个玩笑嘛，开个玩笑。这狗屁鬼老调查组到底在想什么？还专家，还排查情报，还遮遮掩掩不直说，光看数据就知道一定是头 dragon 龙。”这下换救援员瞠目结舌了，他结结巴巴道：“第二 dragon。”蓝忘机是 Norwegian Ridgeback 注挪威脊背龙。山姆成年的，不排除是头变异种。救援员，我跟头儿再联络一下。山姆直接打电话吧，你发消息太慢了。翻什么密讯呐，一点效率也没有。太折腾了，让我来。救援员，特别调查处有监听器械。你不在的话，咱们的专用电台频道没加密，不能直接用啊。山姆劈手去夺他胸前别着的通话器，道：“你一根筋吗？频道不能加密说话，加密不就行了？让他们听不懂，不也是一样的效果？”这时，蓝忘机冷冷道：“嘘，安静。”两人顿时像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这是出发前聂明珏特地交代的，潜入接触行动，由假扮成蓝曦臣的蓝忘机全权指挥。聂明珏不在的情况下，以蓝忘机的命令为准。车内再次静了下来。没了说话声，伴随着发动机细小的嗡鸣声，依稀有什么东西自外向内敲打着车底，一下、2下，啪嗒咔嗒，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响亮。当蓝忘机把古钱币凑近发声位置时，敲击声立刻变得更快更激烈了。山姆眉开眼笑地拉开车门，一个灰黑色的小动物嗖地扑进了蓝忘机的怀里，叼走了那枚古钱币。救援员，哇，山姆，小鸭梨，到叔叔这儿来。小鸭梨有着一身灰黑色的绒毛，4只短小带蹼，鼻纹很长，是浅浅的嫩黄，和鸭梨颜色相差无几，大约也正是它名字的来历。它有点像鸭嘴兽，但车里坐着的都是神秘动物的关系者，即便是新人救援员也一眼认出来了，这是一只大名鼎鼎秀秀。见山姆伸手要抓，小鸭梨立刻发出低促的尖叫，一头扎进蓝忘机的外套里躲了起来。山姆，蓝忘机拎着小鸭梨的尾巴把它拖了起来，屈起食指轻轻挠它隆起的肚子，那里是秀秀的储物袋。很快，小鸭梨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，4爪乱挥乱舞，储物袋里稀里哗啦掉出来一大堆亮闪闪的金属物品，吊坠、金属链、钥匙圈、硬币，其中也包括那枚古钱币。救援员看着胡乱抖擞的毛茸茸，整个人几乎都要融化了，一脸痴迷地道：“哇，好可爱！”蓝忘机，开车。救援员，啊，山姆，让你开车啦，回基地呀。救援员吞一下口水，又依依不舍地多瞅了秀秀一眼，发动了车子。